大家好，我是文。大家好，我是大碗。欢迎大家回到大碗的频道。欢迎大家来到奇怪的夏天。奇怪的夏天，你觉得今年的夏天奇怪吗？我觉得今年夏天挺奇怪的，因为感觉今年的夏天不是非常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过夏天，然后我印象当中是5月份就应该热了，的确5月份也入夏了，但是到现在7月份中间时不时的就会变冷，就还挺奇怪的。然后我就去网上去查，然后有说北京今年的夏天它受东北的一个冷空气的一个影响，它时不时的就会降温，所以还挺舒服的，我觉得。对，今年就是可能偶尔会有1-2天很热，然后呢晚上就会下雨，下过雨以后呢第二天就会很凉快。对，而且前几天还下冰雹了。对，你觉得这个奇怪吗？有一点奇怪，因为我没有怎么见过夏天下冰雹。我有听说过，但是我没有真正见到。广西夏天不下冰雹吗？下暴雨，冰雹很少，下暴雨比较多。但是我有听说北京下冰雹还挺常见的。对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不奇怪。哦，不奇怪。行，那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那个冰雹还挺大的，有些地方下这么大，像乒乓球一样的。那你来北京以前，你以为北京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呀？我觉得是那种干热，很热的干热，然后很晒，但是很干，就湿度非常的低，因为中国的南方是湿热比较多，特别像一个蒸笼，然后湿度可能70-80%甚至100%，然后那个湿度会让人体感很黏不舒服，我们叫湿热，湿热我们也可以叫闷热，对不对？就是温度很高，然后呢湿度也很高，你在外面可能待个5分钟10分钟你就已经觉得不舒服了，然后会觉得呼吸会有一点困难，对对对，然后身上会出很多汗。对，我有听说其实湿热更危险。为什么呢？有点像泡在一个热的蒸汽里面，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感觉不到你需要补水，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南方大家会喜欢说要去除湿，湿气重啊，然后就要去排这个湿气。那怎么除湿呢？喝一些什么薏米水啊这些啊，对对对，我听说过。对，反正就是很多在北京的人觉得今年的夏天还挺好过的，但是我有看新闻说欧洲那边不太好过。对，我也听我的学生说了，就是有听说今年法国呀德国非常热，甚至是有那个最热的记录，好像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对，因为我有看到说中国的空调在那边脱销了。对对对，你知道他们很多人家里也是不安空调的吗？我之前不太清楚，但是我好像也是看新闻，然后所以说最近空调卖得很好。对对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安空调？我那天正好问了我一个荷兰的学生，然后他说是因为呀，第一是他们以前夏天其实没有那么热，然后第二呢是他们的那个空调的安装费很贵，因为他们的人工很贵嘛，然后第三呢是他们的电费很贵。然后我也有看一些新闻，有说是因为他们对建筑的保护也有关系。就是空调不是要安一个外机嘛，如果你安外机你就涉及到要改这个建筑的外立面，你要在上面打洞然后才能挂这个空调啊，可能会不好看，然后有一些规则有一些法规啊或者地方的一些条例对这个东西比较严，就是有一些规定，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安起来也很麻烦很复杂。那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因为欧洲其实有很多历史建筑，对不对？然后他们要保护历史，就很漂亮，有点像我们小时候也是没什么空调。对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没有空调，然后也是一样的过夏天，对不对？对对对，小时候空调是奢侈品，我觉得好贵好贵的。现在在中国可能空调1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了。那么便宜吗？对，我那天有看，就是小米啊什么的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款式，它就是1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空调，而且是包安装，就是如果买这个空调，然后他们可以免费帮大家安装，对不对？对对对，而且我们经常喜欢用以旧换新，就是在网上面下一个订单说我有一个旧的空调，然后我想买一个新的，
你可以选择一个服务，就是他先来帮你把旧的空调拆掉拿走，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笔很小的钱吧，可能50块100块这样。对对对，他就帮你拿走处理掉，然后他再给你送新的，你可以预约啊，明天送新的过来。就一条龙的服务都可以在网上面解决掉，我觉得好方便。是，我觉得虽然这个钱不多，但是你知道在日本他们如果是要扔以前的那个比较大的家具啊或者是电器，他们还要付给拆除的钱。不是，就是他们扔这个大件的垃圾也要付钱。我有听说，他们要去超市买那种袋子，然后这个袋子是多少钱，然后他们要用这个袋子把这个东西装上，然后他们才可以扔，就是表示他们已经付过这个钱了。哇！但是我们还可以以旧换新，虽然这个钱不多，但是我也觉得挺好的。对，主要是方便。我记得原来我买一个洗衣机，然后那个旧的洗衣机我就选以旧换新，不仅有人上门帮我把旧的洗衣机拿走，他还给了我50块钱。对，其实给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真的不想去处理这个东西，它又大，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放到哪儿，所以就是其实用这个方法处理掉是最好的。以前小时候我记得童年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东西，会有那种骑3轮车的叔叔伯伯阿姨，就在楼底下喊说收废旧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招上来，他就把这个东西带走。废旧的家电啊什么的，洗衣机、空调，对对对，就现在网上面都可以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小时候买空调就是买了一个奢侈品回家。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第一台空调要1万块钱，很贵，不舍得开。对，因为它很费电。然后呢，虽然这个空调买回去了，但是呢，可能只有晚上很热很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才会开。对对对，我记得我们家以前第一次买空调，买的是海尔的，现在海尔是一个很不错的牌子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买的是一个1拖2的空调。什么叫1拖2的空调？就是它有2个壁挂的机，外面有一个主机，所以就是2个卧室分别各有1台这种挂机挂在墙上面。就是1台主机，然后2个空调都可以用，应该是对对对。2个卧室各有1台空调，对不对？那按正常来说，是不是每个卧室都可以开呢？不是的，不是吗？以前为了省电，虽然买了2个空调，但是基本上只会开1个卧室的空调，然后所有人都会去那1个卧室睡觉。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一家可能3口或者4口是在一个房间，对对对，然后睡在地上，对不对？对，要打地铺，有时候就是不够睡的话就要打地铺。对，然后就如果同时开2台，可能就会跳闸。对，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夏天，然后如果是很热很热的时候，然后每家每户就是有空调的都会开空调，然后呢就会突然停电。对不对？对，就一整栋楼都黑掉，然后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就会比较明白啊，跳闸了，然后大家就也不会去看发生了什么，因为一般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恢复，然后大家就会默默的，就是可能会关掉一些电器。对了，那我想问，你们家以前用空调的时候会开这个空调会开一整夜吗？不会，这个是有钱人才能干的事情。对，我们家也不会开一整夜，就是可能开前半夜，然后呢大概会定时，差不多半夜3点4点就关了，然后到差不多5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热醒。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空调开是保证你能睡着的，对，但是它不能保证你睡全。就早上基本上是被热醒。对，然后发现睁眼发现妈妈去哪里了，然后妈妈去客厅睡了，因为太热了。我觉得就穿堂风也是挺重要的。对，就穿堂风，就是我们家里面往往会有一个格局，可能是走廊什么的，它的窗户是相对的，然后空气可以对流。这样的话，如果你在走廊或者是在这个对流的区域睡觉的话，就很凉快，是不需要开空调的。对，穿堂风很好的房子是很受欢迎的。对对对，我们家不是住在5楼吗？然后其实以前5楼的房子也算是蛮高的房子，然后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那有河就会有风，所以呢晚上常常我们家就是会有这种穿堂风，然后不用开电风扇，然后也不用开空调，就很凉快。那超级好，你睡到可能半夜你甚至觉得有点凉，一定要盖一个毛巾被。对对对，有时候可是盖那个浴巾。对对对，中国人的执念就是一定要把肚脐盖住。对，所以就是穿堂风的地方超凉快，根本就不需要空调。对。那这个是我差不多10岁以后的事情。那10岁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嘛，然后呢，我还在阳台上睡过。
对，你这样我就想起来了，以前我们还去楼顶睡过。楼顶就是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的同事都住在一个地方，一个院子里面，然后有几栋楼这种，然后也就是说大家都认识，大家都睡在一起吗？对，就有一年超高温，很热很热，家里面很热很热，睡不了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就是每家每户自己拿了个枕头，然后拿了一卷竹席，然后就跑到那个楼顶，因为楼顶很凉快，然后就去楼顶睡，此起彼伏的那个呼噜声。哦，对，我刚想问你，那不会有人打呼噜吗？会有啊。但还睡得着吗？但那时候我还小，我觉得小孩的睡眠是非常好的，而且那个时候我挺开心，因为可以找小伙伴一起玩一起睡，根本就不需要睡觉，就是很晚很晚了，小伙伴还可以在一起闹。哦，那小孩子应该很开心。对对对对对，还挺开心的那个时候。但是就是那个记忆是非常，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好宝贵。对，真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几乎没有了，因为现在每家每户都有空调，然后可以好舒服在家里面，根本就不会想着说你为了降一个暑解一个暑，你要去楼顶什么睡觉，不可能的。对，大家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对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应该还蛮普遍的，就是在中国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90几年，可能还没到00年，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空调普及率非常低，也是买空调是很奢侈的事情，最多就是有一个那个电风扇，对，电风扇就是落地的风扇都是很好的东西。我记得我外婆家有那种吊扇。对对对对对，那个吊扇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在教室没有空调的时候，小学的时候，一个教室有好几台那种吊扇，就是这种吊扇在天花板上面的那种，然后每次到夏天大家都会怕那个吊扇会砸下来，因为有一些风扇它是这么摇的，这么摇，你觉得还好对不对？有一些风扇它是慢慢的，然后它就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是坏了吗？就是感觉它松了。那它掉下来过吗？后来我们不是经常有说什么童年的恐怖故事发生了，然后就看到有一张照片，就那个吊扇掉下来了。真的假的？不知道，那很危险啊。但是我也有看说其实那风扇不太可能掉下来，但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没有空调的话，就有那个吊扇就已经很舒服了。那你们在楼顶睡觉不会有蚊子吗？会有蚊子啊，然后就妈妈用那个蒲扇扇呀，就用这个。对对对，妈妈在那扇，然后你就睡得呼呼的。然后还会用那种蚊帐，对不对？蚊帐没有办法用，因为在楼顶你没地方支起来。对对对，但是会洒花露水还有那个风油精。对对对对，风油精、花露水就点在一些地方，然后它可能会驱蚊。花露水真的很重要。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风油精和花露水的味道。哇，这个真的在中国就是每家每户一定必备的东西。花露水是放在那个凉水，然后冲凉，然后全身都香香的，还可以驱蚊。还能这样？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经常干这个事情。如果我再回到小时候的夏天，我一定也会这样做，但是我小时候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清凉油它有点油，花露水它是水，它跟水混完之后它整个都是香。对，而且它很香。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有人把它当香水用。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牌子一定是六神。对。如果说六神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每个人都知道。对对对，就是很古早的那个包装，一个玻璃瓶，然后哇，但是那个味道其实挺好闻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对，就是花露水啊、清凉油啊、风油精啊，这些都是好东西，真的好东西。我记得以前傍晚吃完饭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出去散步，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家里洗完澡去散步。然后走在路上的话，你就知道谁洗过澡谁没有洗过澡，因为他们洗完澡以后他们一定会用那个花露水，就很香。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夏天的味道是花露水还叠了一些痱子粉。对对对，痱子粉、清凉油啊，这些味道就是很干净很清新的那种味道。是。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夏天就如果没有空调的话，就去楼顶睡啊，去阳台睡啊，然后睡地板呀，就有穿堂风啊，就过完这个夏天，就没有空调。对。那夏天你们吃什么呀？南方的夏天一定要吃糖水，糖水和凉茶是非常重要的。凉茶是加糖的吗？不加。那会很苦吗？
对，所以凉茶是用什么做的？中药？有一堆中药，它是一个配方，每个地方不一样，有一些地方是这个配方，有一些地方是另外一些配方，但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配方可能都会有几味东西，具体的不懂了，金银花呀什么的啊，这个是可以帮你解暑的。对对对，但是我们那边凉茶就是苦，很苦，但是喝完之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比较清爽。好喝吗？不好喝，非常苦。就是凉茶，就是一般会在药店，就经常如果你来中国旅游，你会看到有一些药店，它外面有几个大罐子在里煮黑色的东西，黑色褐色的，可能里面就会有一个在煮凉茶，就是喝得很苦，但是喝完之后很舒服。其实那个也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除湿啊什么的，就挺好的。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也能买到那种凉茶，但那种凉茶都是很甜的，偏饮料，因为它要加很多糖。然后中国人吃火锅的时候很喜欢喝凉茶，对不对？因为降火。上火这个是一个，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荷兰的学生问过我，他觉得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病，然后我想了半天，我说那可能上火是不是真的病，但是小问题。就中医觉得就是人的内部是有火气的，特别是你吃了一些香的东西、辣的东西、炸的东西、烤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那个炎症有可能，我觉得比如说我一吃炸的，我的嗓子就不舒服，那现在觉得是咽喉炎，但是可能以前就会觉得上火了。我觉得我们上火的症状是，比如说眼睛很红很痒，对不对？然后呢，嘴巴里面长泡。水泡，然后呢，嘴角也是长泡，然后就是可能我们说烂嘴，然后就是这儿可能会就是很疼，然后可能会裂开，然后夏天就更加容易上火，因为热，所以的话就喝凉茶就是败火、降火、下火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我有听说过中医觉得其实应该夏天的时候应该吃火锅，吃火锅它会把你的湿气排出来所以它对湿热的地方就还是比较管用的。所以四川他们吃辣的呀。中国的雾都就是重庆，它的湿度非常高，所以的话吃火锅它就可以出汗，它可以把湿气排出来。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觉得是以前，如果现在你在一个空调房里面就改变了，就是那个环境不是一个自然的环境。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因为空调吹多，然后家里面就会说不能吹那么多空调，会得空调病。那空调病是什么表现呢？空调病就是比如说容易感冒，然后体质变差，就是你不耐热了，你长期泡在空调房，你就不出汗了。对，我们说出汗也是在排毒，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以前就是长辈什么的就觉得你不要吹太多空调。对，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电费太贵了？对，我记得以前我外婆告诉我不要经常去开那个冰箱的门，她说只要你开那个冰箱的门就会更耗电。对对对对，我有。你有没有小时候夏天的时候自己做冰棒？有啊，对对对，我也有。你怎么做？就是用冰箱就是配的那个冰格，放一些那个牛奶进去，然后放一根牙签。你的生活那么好吗？放牛奶？可是那个不是牛奶，那都是奶粉泡的牛奶。可是我只能放水和一些糖。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感觉都是那种香精的味道。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最初级的冰棒。那个真的是夏天的快乐的来源。不能一次性吃完，不然会被妈妈骂。对对对，不能吃很多。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绿豆沙、红豆沙，都是吃的解暑的东西。对，我觉得绿豆沙真的很好。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课间下午很热的时候，学校就会发那个绿豆沙喝。学校发？对，免费的吗？午间餐。真好，你们学校对特别好吃。一到那个时候，大家就也不犯困了，然后也我觉得不犯困主要是因为有吃的，对，很解暑。但当然绿豆不是很多，因为可能就是只是让你解一个暑。但是好冰的，对不对？对，冰的。我想想夏天吃绿豆沙，然后吃自己做的冰棒。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叫雪糕，我们叫冰棒、冰棍。对，冰棍，对，是因为我们是用一个那个棍子，然后呢上面有那个冰块，所以叫冰棍。还吃什么呢？对对，还吃西瓜，冰西瓜。但是冰西瓜就是一般不会放在冰箱冰，因为这样会很费冰箱的电。
会放在一个水桶，就是把它泡在水里面泡1个下午啊，就凉快了。然后我有看说，在那个农村的人会把那个西瓜放在那个河里。我小时候我外婆是把它掉到那个水井里面，哇，那会很冰哎，超凉快，超棒。就是井水是非常凉快的，因为井水是山泉水，所以的话它是天然的冰箱。对，我记得我以前夏天就吃很多西瓜，然后西瓜它就是我们家不会切成一块一块的，我们是切一半，然后用勺子吃。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就这样更方便。对，有人家里面用西瓜皮做菜，你知道吗？我吃过，好像也是说是解暑的，降火的。对，就是西瓜是很夏天的水果，我也非常喜欢西瓜。那我有一个疑问，你吃西瓜吐西瓜籽吗？吐啊，你不吐啊？我不吐。小时候家长说，就是父母或者是大人说你要吐西瓜籽，要不然的话肚子里就会长出西瓜。我从小就不信。那你很聪明。我觉得很麻烦，如果你吃西瓜要吐籽的话，那吃半天呀。你是吐籽的，我吐。不一样。那你现在也不吐？不吐。我觉得好麻烦。我吃西瓜本来就是爽，一口一个，你吃完一口还得吐出来，很烦。好，那现在在看我们视频的人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现在有2派，一派是吐籽，一派是不吐籽。坚决不吐，好吗？坚决吐了，100年都不要吐。所以你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是吐籽派还是不吐籽派。对，我希望不吐籽的多一些，好吗？这个又不是一个比赛。No。行。还有一个东西，凉粉啊，凉粉也是一个好东西。凉粉你是妈妈做的吗？对，有的时候是妈妈做的，有的时候邻居做的。我们就是以前因为买的凉粉挺贵的，就是一小碗，小时候嘛几毛钱，但是如果你可能花2块钱3块钱，就是买一袋那个做的那个粉，就可以做一盆。对，然后真的是一盆。然后吃不了做什么呢？分给邻居啊。你们不分吗？怎么会吃不了呢？太大一盆呐。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吃挺多的。就是一定是用脸盆做。对，就是不是那种小碗，一定是用脸盆做，就做一大盆。可以分着吃，因为可以放冰箱。对，然后因为我们住的离我们的亲戚什么的还挺近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分给亲戚或者是分给邻居。对，其实以前小时候如果是住得近，就家里面就是都认识的邻居的话，其实还是互相帮助挺多的。对，有时候家里面多做了菜啊什么的会分，然后有时候家里面缺个什么蒜，缺个葱，就会去隔壁家借一点点，然后其实是不还的那种。对。还有什么酱油没有了，也去借一点点，因为去买就很麻烦嘛，因为正好炒着就差一点点，可能就去对门敲个门，然后就会那个，然后会把小孩寄在邻居家写作业什么的。对，然后记得以前我妈妈是在医院里工作，然后有的时候她要上夜班，那上夜班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去我外婆家睡觉，但是偶尔会去我的邻居家睡觉。我的邻居有一个女儿比我小差不多2-3岁，然后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那还挺好的。以前我也是有这种小伙伴，就是一起上学的同年级同班的同学，但是大家都是住在一起的。那你的小伙伴，那你要找他出来玩的时候你怎么叫他？你怎么下喊？我们也是，就没有电话呀，因为那个时候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打个电话给邻居，这个是会要吃那个叫什么藤条炖猪肉。为什么？因为浪费电话费吗？对呀。我们是不可能给邻居打电话的，就是会很贵。就会藤条炖猪肉啊，就是你知道什么叫藤条炖猪肉吗？我知道呀，我是中国人呢。是什么？就是那个藤条，是那个细长的那个，用来打人的。那猪肉是什么呢？猪肉就是我们身上的肉，就是屁股。然后用这个藤条打孩子，我们就说藤条炖猪肉。对，就是一个比喻。对，是。所以就是找邻居找小伙伴都不会是用电话，就一定是在那个院子朝着上面一喊，然后大家都出来。对，其实我觉得除了孩子是这样的话，大人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妈妈她如果是要叫我下去帮她拿什么东西，她也是在下面叫我啊。对对对，我妈妈也是，就是比如说现在放暑假了嘛，就是一到天气很热的时候，中国的小孩就要放一个假叫暑假，然后呢经常一天待在家，然后妈妈下班了要带你出去吃饭，她又不想上楼对，她就在楼下喊你。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的关系是很近的。对，其实电话空调都是让家里面变得舒服了，但是可能也是让大家少了一些这种互动。对，现在大家就会不想出去外面，想在家里吹空调。以前大家就是觉得可能外面会有风，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在一个院子里，或者是在一个公园里，然后有那种大树，然后大树下面呢就会很凉快，那大家都会坐在大树下面，然后拿着这样的一个扇子然后去我们叫乘凉。对对对，我就记得我回外婆家，我外婆在一个村子里面，然后那个村口就有一棵超大的树，然后那个树下面就有几块石板，是那种磨得亮亮的石板，就很明显是经常有人在那坐着把它做亮的那种石板。然后夏天我的感觉就是记忆就是暑假一去外婆家，进到那个村，一到村口树底下就会有一些老人坐在那聊天，然后打那个纸牌，我们说打扑克啊，不是扑克，不是扑克，是长条的，上面是中国的数字1、2、3、4、5、6、7、8、9、10啊，我没有看过。你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吧？我没有，就是我们那边经常有老人喜欢打这个，然后就在那聊天，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然后大家的关系也会变得更紧密。对，因为如果你一进那个村，然后那个村都知道他们家来人了。但是对，就是好的一方面是大家的关系更紧密，然后呢，缺点呢就是可能没有什么隐私。对对对对对，因为中国人很多嘛，的确就是隐私这个东西好像大家都不是非常的在意。特别是比如说你在楼下一喊，所有人都知道你找谁。对对，还有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妈妈一喊叫你带什么东西下来，也所有人都知道你要带个什么东西下来。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了，就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家这个东西没有了。是就没有什么就是隐私的这个环境，其实我觉得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所有人跟人之间是比较亲近的，比如说一到夏天大家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前后脚的人可能都认识，对吧？就是因为夏天的晚上凉快一些，不在家待就要出去散步。对，那散步就是大家乌泱乌泱的就在那走。所以基本上都能看到要打个招呼呀，聊聊天啊什么的。我觉得中国人很喜欢饭后散步，特别是吃完晚饭以后，然后去。其实这种散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北京人叫遛弯儿，那我们家就是说散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我们去消食儿，就是消食，消化我们的食物。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经常说要饭后走一走，活到99。哦，对，他们觉得这个对身体很好。对啊，所以就是你在中国会看到非常多人，我觉得夏天格外多，可能太热了吃不下东西，然后就想去解暑还是什么。那你夏天你会有吃不下东西的？哎呀，怎么说呢？我就很羡慕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我们说他是苦夏的人。那苦夏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到夏天他就吃不下东西，然后就会瘦。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候。我可能吃不下那种很油腻很热的东西，但是那种很冰爽，什么绿豆沙呀稀饭呀这些东西我可以喝很多碗。我就觉得不可能能减到肥，哪怕你没有口味你也不会减肥的。正餐也会喜欢吃一些清爽的东西，比如说粥啊稀饭呀，然后配一些凉菜。有时候是一些咸菜，南方我们那边喜欢吃一些酸野，配一些酸的菜，比如说泡的萝卜呀、泡椒呀什么的，就都是凉的。确实是，夏天的时候我也吃不下，比如说像红烧肉啊，然后像芝士的披萨呀这样的东西，我也吃不下。对，因为太热了。对，所以就是我们正餐夏天一般就吃一些这种清爽的。那夏天如果在家你会做什么呢？比如说放暑假的时候。看《还珠格格》看电视。然后因为爸爸妈妈白天出去上班，然后我们就在家看一天的电视。哎，你爸爸妈妈是可以让你随便看电视的哦？不会，都是偷着看的。就是爸爸妈妈出门之前，你是坐在那个写作业的桌子前面开始写作业，然后爸
爸爸妈妈一走一定要等半个小时，因为有可能他会忘记东西，他会回来。你为了防止他回来抓住你，等半个小时，然后就开始偷偷摸摸的搞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把电视一打开就开始看电视啊，我会从窗户那儿看看我妈妈是不是真的骑着自行车走了。但是久了就磨练出一个本领，就是只要我妈一上到我们那一层的楼梯，我就知道她回来了。哦，对，我也是，听那个脚步声就知道是我爸爸还是我妈妈还是别的人。对对，我也是，就对那个脚步极其的敏感，只要一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要关电视，赶紧跑到那个房间里面坐着。但是妈妈一回来就会摸电视机，我妈妈也会，所以我就会用那个，就是自己很热了，但是呢，那个电风扇是开着的。不是冲着我自己吹，而是冲着电视。对，我也是提前关电视，然后要让那个电视降温。到后来就是我妈直接把遥控器带去上班，或者是藏起来，但藏起来我也找得到在哪。回过头来看真的很傻，因为我觉得只要你看了那个电视一定有痕迹的。你呢？那你夏天除了看电视你还会干些啥吗？我记得以前是我10岁以前，然后呢，我的老房子前面也有一条河，然后我常常会看到一个，特别是下雨的时候，我现在在想为什么都是下雨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下雨的时候鱼多？因为我常常会看到一个老爷爷，他在那个河边钓鱼。我就很喜欢看他钓鱼。哇，下雨吗？那他穿雨衣吗？他穿，但是他穿的不是我们现代的那种塑料的雨衣，他穿的是以前的那种叫什么？是蓑衣。对啊，我也见过，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5岁以前的了。后面雨衣一出来，然后胶鞋一出来，就再也没有人这么穿。我的话是差不多7、8岁的时候。那说到穿雨衣，我想到一个问题，你夏天的时候穿袜子吗？在家？看天气，如果是空调房可能会穿。而且以前穿凉鞋都穿袜子。我觉得我小时候夏天是不穿袜子的啊，就是穿凉鞋，然后一整个夏天都不穿袜子，然后一年可以穿坏可能差不多2双凉鞋。是那种胶的凉鞋，对不对？对，我们也是塑料的。对，塑料的，就是水晶凉鞋。对，但是现在我记得来北京以后，我就很少穿凉鞋了，然后都是穿运动鞋。那穿运动鞋当然要穿袜子。后来有一些凉鞋是皮的了，也穿起来比较舒服了，没有那么硌脚。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有时候小时候，就是妈妈也喜欢让我们穿着袜子穿凉鞋。是不是不磨脚？对，不磨脚。然后那个袜子是薄薄的那种丝袜一样的那种白丝袜。我知道那种。现在感觉这个穿搭真的是那个袜子穿完脚会很臭。那你在家穿什么？光脚。然后衣服呢？穿那种就是吊带背心啊。你穿背心？对，穿背心，穿得很凉快，短裤然后吊带背心。我小时候穿的那个在家穿的那个睡衣就很像窗帘啊，是外婆去那种地方买的那个布，然后很薄的那种布，然后上面有那个大花，然后用那个布做的衣服，裙子或者是衣服啊，很凉快的那种，但是一片的，对，只是裹起来了，很凉快，但是很多花啊，对，特别是什么被子啊、床单，一定是那种什么牡丹花的，对，很有年代感。对，我突然间想起来，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穿着这种短短的衣服，然后躺到那个竹席上面。你说到这个竹席，我记得以前我睡的那个竹席可能质量不是那么好，或者它旧了以后，它里面会有那个刺，会扎到那个肉里啊，会疼。对，会疼。如果你不小心搓到的话，我现在都可以想象。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睡那个麻将凉席。麻将凉席是后来的，但是那个真的很好。我觉得那个就是夏天的必备。就是如果你穿的很凉很短，然后你皮肤直接接触到那个麻将的凉席，超级凉快。很多时候就是如果没有空调，我记得就是躺在那个麻将凉席上面，然后一台那个电风扇在那摇头，然后就可以睡一个午觉。对，夏天就是要打盹儿。对，我们说打盹儿。对，要眯一会儿，因为夏天特别容易累，然后中午就眯个20分钟的时候，就是躺在那个很凉快的凉席上面，然后上那个电风扇。汉语其实我们最常见的说法是睡午觉，
然后呢，很多地方也可以说比如说打盹儿，打盹儿就是这样，对不对？还有眯一下，对对对，眯一会儿，对对，眯一会儿，眯一下。哎，你说到这个电风扇，小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对着电风扇说话，就是这样啊？会这样会，还有小伙伴一起对和声，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听得到我说话吗？然后就会那个风会把你的声音带出好多声音那种感觉，对对对，挺好玩的。对，这个叫颤音，对对对对对，就是啊这种。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其实玩乐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就没什么太多电子的东西。哎，那你小时候会去游泳吗？会。去哪里游？夏天一定会，因为夏天太热了。去漓江啊。不危险吗？去江里面游，它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市里面有那种人工的湖，它是已经画好了，这个地方可以游泳。就那个的话，它会有救生员坐在那儿，但是它是天然的。很安全。对，我是在那儿学的游泳，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就是绿绿的那个湖水，我就在那儿学的游泳，就是在河里游泳。然后那个时候夏天就很凉快嘛，天很蓝，然后水很清澈。但是那时候就是父母就是基本上不太愿意让你去河里面游泳，因为很危险啊。对，很危险。回想过来其实危险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经常小时候就是外婆晚上哄你睡觉就会说不要去河里面游泳啊，下面有怪婆婆抓你。为什么哄你睡觉说那么恐怖的事情？或者是再不睡觉那个怪婆婆就来抓你。但是我有想，是因为以前小时候那个河很清澈，就是水草很多，缠住脚就很危险。对，或者是抽筋。对对对对，因为太凉了，你突然很热一下就抽筋。对对对，抽筋也是夏天很容易的。哎，你记得我们家就是我家前面的那条河吗？以前每年都会死1-2个人。他们去那儿游泳，然后就找不到了。那还挺吓人的。对，所以就这种就是变成就是让小孩不要去水里面玩的一个证据。就那个时候没什么救生意识，也不知道说要穿那个救生衣，然后也没有人盯着，很多地方是没有人盯的，就是挺危险的其实。哎，那你夏天出去的时候你会打伞吗？我们说阳伞。嫌麻烦，我不太喜欢打伞。我也不打伞。我觉得带把伞特别的累赘，而且我觉得常常会妨碍到别人，因为伞很大，然后你可能会弄到别人的眼睛啊或者额头啊，会戳到。对，那你出去会带太阳镜吗？成年以后才带，之前都没有这个概念。对，我觉得在很多上一代人的意识里，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在扮酷。有可能。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不是，现在是保护眼睛。对对，我觉得眼睛很重要。我现在这么来看的话，强光其实对眼睛很不好。对对对对对。所以以前我们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物质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好多避暑的东西，现在很多人买那个电动的小风扇根本就没有啊，以前就是拿把这个扇子。所以就是以前童年的时候的夏天，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对，还挺怀念的。对，有时候挺怀念的。以前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很慢，然后你现在一想到以前，童年时候的夏天就是那种傍晚超美的夕阳。晚霞。对，晚霞，然后大家就去散步，然后去外面聊天，然后去吃一点那个冰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可以对着空调吹，就是很热的时候，然后去到一个空调的房间，我就对着那个空调吹。但是我发现好像我来北京以后，我的体质变化了，就是我不能吹空调。鼻炎吗？除了鼻炎以外，我的肚子也会不舒服。所以我在北京很多年我都没有用过空调，然后我爸爸妈妈房间里有空调，然后我妈妈说要在我的房间里装一个空调，然后我说不用了，因为可能我用不到。哇，你这么耐热。然后我刚去泰国的时候我也不用空调。我觉得泰国的空调比我们这边要凉得多其实。但是我在泰国待了2年之后，我现在可以用空调了。体质变化了。对，我觉得是因为我晒了很多太阳。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夏天还有个关键，就是你还是要去晒太阳，然后我觉得对心情啊然后情绪啊也有帮助，对不对？对，但是你也不能太热。对，可能会很容易中暑。对对对对对，容易中暑。
其实真的很怀念以前的夏天。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们童年的夏天的回忆，没有空调的夏天的回忆。对，那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夏天。你可以分享现在的或者是以前的，对，你们的童年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对，有没有跟我们相同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拜。